因为创作并主唱的那个歌曲《玻璃心》而急速的爆红。之后呢，他又再接再厉，又创作了一首叫《墙外》的歌曲，又是以他这种独特的一语双关的词语和处处心机的 MTV 的这个表现形式啊，让歌曲上架不到1天就突破了100万的观看数。一首普通的歌曲居然能看哭墙里和墙外的人。然后在这个歌曲的 MTV 里面呢，2个小孩呢互相呢相识，然后互相欣赏彼此呢，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他们中间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高墙。其中这个小女孩呢还身穿红衣，车子啊，还有那个家里的环境啊，家具也都是红色的，其实就是在影射墙内的这个红色的环境嘛。歌词里面还写到了家门被锁紧，妈妈会担心，就像温室里的小花，纵然任性，却也经不起风雨，纵然任性，却也无能为力。整体的氛围呢，让人觉得是中国人纵然向往这个墙外的自由，但依然是无能为力，就好像这个歌里面呢，即使呢，有不少的百姓的共鸣，但也一样逃不过这个被官方下架的这个消息。不过有鬼才之称的这个黄明志啊，又出了奇招，通过 NFT 这种方式，他说呢，这样做既不用抽成，不用被平台抽成，也不会受到各国的政府内容的审查。因此呢，他创作了一首歌曲叫 Go NFT， 基于区块链的技术的非同质化的这种代币的形式，上架到交易平台 OpenSea， 利用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呢，贩卖自己的音乐和作品，在短短的3个小时之内，100首这个歌曲全部售完。而且之后呢，他又上架了99首的玻璃心，12个小时就狂赚了大概353万的马来西亚，他们叫 Malaysia Ringgit 这个虚拟货币，然后不到1天的时间，实际上就赚到了200多的以太币，让他一夜暴富。他惊讶的表示呢，一觉醒来啊，他居然就变成了一个大富翁。老实说呢，他也有一点不知所措，表示啊 NFT 这种东西啊，热血对抗全世界银行，一个很热血的东西罢了，算是对抗政府来造福社会。NFT 与创作者之间的关系呢，不仅不用受到这个有关的平台对作品内容进行整合，就连各国的政府呢也无法插手管控。这当然也包括中国政府什么都有管的。那么为什么黄明志可以依靠 NFT 一夜暴富呢？而且我觉得你也一定会问，你我也可以这样吗？是的，在解释这个之前呢，让我先来解释一下NFT 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这么贵。然后之后我们再来聊聊我买 NFT 的一些小经验吧，希望这会给大家一点帮助。然后那个能不能暴富的问题，我看放这期视频，我觉得可以掂量自己的实力。当然，如果你喜欢，也千万不要忘记了点击订阅、留言。OK， 我们马上开始吧。生活还在继续。NFT 的全称呢，就是 Non-Fungible Token， 意思就是非同质化代币。简而言之，本质就是区块链的一个条目，元宇宙的一种元素或者是货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可代替，这其实就意味着它能够对事物进行数字签名。就像比如说蒙娜丽莎这幅画的赝品可以有无数多件，但是真品呢只能有那么一件。NFT 的艺术作品也跟这一样，就是有着不可复制性的这个属性，只是它存在于网络世界里而已。NFT 呢，它是有序列号的，所有在区块链上面的人都可以帮你作证，那个东西是你的。但是呢，如果一提到艺术这个东西，就很贵，就很值钱，你可能呢也买不起。这也就是 NFT 给大家一般人的第一印象。在2021年的2月28号 ，NBA 的著名球星史蒂芬·库里对外宣布，他刚刚以18万美元购买了一只 Twitter 的头像，没错，一只名叫无聊猿的猴子的头像，是无聊猿的这个俱乐部推出的1万只猿猴 NFT 的作品之一。库里购买的呢算是一个稀有的品种，这个有着僵尸眼睛的这个猴子呢，稀有度大概为3%，所以呢价格呢很高。你真的以为 NFT 的猴子的头像就一定是这个价格吗？不是因为它的这个身份，而是因为这个猴子的稀缺性。这只猴子在 NFT 这个世界里具有独一无二的数字代码，其他人哪怕是复制粘贴了无数次，也不至于影响到库里手里原版的这个唯一性，甚至还无形当中增加了这个原版的传播度和这个市场的价格。其实 NFT 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无形的。目前流行的这个 NFT 的这个商品，大多数都是数字艺术作品，或者是集换卡的这个方式，甚至有些就是以JPG 还有 PDF 这种常见的形式作为这个流通的载体。如果呢离开了电子设备，离开了互联网，这些东西可能其实就只是空气而已。
说到 NBA 和集卡游戏啊，等 UP 主呢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就玩过一阵子这个 NBA 球星卡实物卡，不过当年出国的时候卡都放在国内的抽屉里，已经20年可能都没有动过了。当初我还有一张限量版的乔丹卡，想想这个年头应该是老古董了。也就是说呢，到了这个新时代，我也应该去尝试一下 NFT 这些 NBA 的球星卡是怎么样玩的。所以呢，我在年初的时候我本人也尝试着玩了一些 NBA 的那个 NFT。它的名字就叫 NBA Top Shot， 你可以在网上搜寻一下，很多大佬其实都有介绍。顾名思义呢，其实就是卡片的内容主要就是一些 NBA 球员的一些场边的动作。我之所以会这么说呢，是因为起初呢，我很纳闷为什么 NBA 会把这个东西授权给一个不太知名的一个 NFT 公司，为什么他们不自己做？后来呢，我看到这些球星卡以后，这些动作以后。其实他们都不是这种每日10加球的这种级别，就是一些很普通的篮球的各种技术，只是说是 LeBron James 做的而已。从观赏性上说呢，和那些库里的那些猴子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你可以说我不懂欣赏那个猿猴的这个艺术，但这个球是否精彩，我还是可以判断。所以说当时那些打开这个 pack 的时候，顿时就没有了什么很大的兴趣。好在这个基础版的也不是很贵啊，最便宜的那个 Star Pack 才9块钱，跟那些猴子完全没有办法来做比较。不过看看自己的电子钱包呢，你别说，还真的赚了一点点真金白银。当然这和黄明志没法比了，毕竟人家是卖家，而我起初我存进去了大概有15美元吧，买的第一包 NFT 球星卡呢，当时呢我研究了一下。刚好呢，那个时候举行那个 All Star 全明星赛，然后他们推出了一个特别款，每个 pack 里面必须都会有一张 All Star， 所以呢，也可能只是我的运气不太好了，抽中的是 All Star 里面比较边缘的球星，当时还在魔术队的那个尼古拉武切维奇吧，我现在连他的名字都还念不清楚。知道 NBA 的朋友就知道他其实还是真的是比较边缘的这个球星。本来我还想给大家看一个，后来我发现我已经找不到了，原来已经被卖掉了。是的，当我买到了以后呢，我就会把它挂在平台上做交易。接下来的几个月呢，就有人买了我出售的这个球星卡，接着呢又依靠这些卖出去的钱，又去购买了新的球星卡。然后呢，我也没有再往我的电子钱包里面存过1分1毫真实的货币。最多的时候，我的那个它叫 Dapper Wallet， 里面有120美元左右吧，而且手上呢还有很多叫虚拟资产。由此可见呢，在这样的平台里面，只要有交易，还是可以有一定获利的。但是呢，据我这半年多这个有一搭没一搭的去关注它，我也不是太在意这个。起码在 Top Shot 这个 NBA 球星卡的这个价格，似乎正在一步步的缩水，一张球星卡的交易的价格被压得越来越低。从我自己的这个交易记录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似乎接盘的人会越来越少，而且这个价格会越来越少。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调性来继续走下去的话，我就不敢保证各位能够大富大贵了。因为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所发布的同一个镜头球星的这个球星卡会越来越多，稀缺性呢就会越来越被稀释。何况像我之前说的，这些镜头并不是十分精彩。如果哪一天 NBA 官方也要推出一个他们自己的这种很精彩的10加球级别的这个 NFT 的这个卡包的话，或者是干脆就终止他们的授权，那我觉得我现在手里的这些球星卡，就算是所谓的正版，那又怎样？就像我20年前还在国内的实体的球星卡一样，都在抽屉里吃灰了。当然就我现在来说，我大概算了一算，如果按我投入的15美元这个成本来说的话，如果现在卖掉我手上的全部的这个 NFT 的 inventory 来说，最保守估计也应该会有200美元，是绝对没问题。这个如果全卖了的话，如果现在我割肉离场，大概可以翻个15，然后200，大概20倍吧。坏的话就只怪我当时投的太少，开个玩笑，其实只是我的一点点兴趣而已，只是为了满足我这个爱好。我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投资。所以呢，在我来看 NFT 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目前呢其实目前你可以看到它已经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打开这个现实通往虚拟世界的一个大门，也在逐渐被更多人去接受去玩。但呢，我还是认为这其实依然还是资本的一个游戏。反正就以我玩 NBA Top Shot 为例吧，平台每次发布更准确的说，只要是他出售一包
NFT 的球星卡，他们都会收到相应的美元实打实的钞票。而购买了这些 packs， 你或者是我来说，一般来讲他们都会选择出售。只要你在这个平台上出售，平台就会抽走大概15%的税金我现在忘了，我可能会等一下会再看一下，做一下更正。也就是说呢，只要有交易的发生，他们就有钱可以收，空手完全就是空手套白狼。其实他们很乐见交易，反正旱涝保收，只是收多收少的问题而已。你卖的价格越高，他收的越多。如果价格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收个1美元、2美元，也积少成多嘛。所以说这个市场只要越大，泡沫吹得越大，他们收的钱呢，其实也就是越多。去做投资吧，或者是只是玩一玩这个 NFT 的市场。现在的门槛可能都是很低的，某些平台免费其实就可以铸造一个属于自己的 NFT 的这个形象，想参与其中并不是一件很难，最多也就是付出一点手续费。当然问题就是你的产品，你打造的产品能不能像玻璃心这样的歌曲，或者是像 NBA 认证的这样一些球星卡一样卖得出去。如果只要卖得出去，你就可以大赚一笔。我记得有小朋友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赚钱。那么投资 NFT 呢？当然肯定也是可以，但这需要一定的运气和底气人的运气和钱的底气，当然还有你自己的眼光。毕竟呢，这些都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艺术品，你买的呢仅仅只是一个产权而已。这里并没有什么专家去鉴定它的价格，毕竟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然后市场上呢能炒到多少，它就是多少。只要是有人来接你的盘，你就可以赚到钱，赚到其中的差价。而且市场上的 NFT 的价格脱离它的价值，可能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各种 NFT 的作品每拍出这个天价，但是呢，区块链价值的市场其实也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当整个区块链的市场的玩家能够公认数字货币具有这样的高价值的时候，他就能以这样的高价来成交。这也是为什么区块链能够发疯的原因吧。然而回到 NFT 艺术品创作的这个本身来说， NFT 的诞生呢，其实就是要去解决艺术品创作非常严重的这个复制的问题，在互联网的这个阶段。NFT 呢，就是给艺术创作者透过区块链来贩卖自己作品的地方。所以当你呢买下了某个艺术创作者的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它就只属于你。 NFT 的诞生就是为了保护创作者的知识产权，因为真品都能够得到标注，许多创作者包括摄影数字艺术创作才能得到版权的保护。 NFT 其实也被看作艺术创作的一缕曙光吧。你听了你就只是听，你买了呢，其实很多人也有，或者你非法下载的话，其实很多人也可以非法下载。你到处告诉人家这个作品是你买的也没有用，人家还是可以盗载。如果将艺术创作品在 NFT 的平台上上链呢，艺术创作者就能够很好的避免抄袭、剽窃这些问题。上链呢，其实就意味着在区块链上创建、铸造一个 NFT 的代币，以这样的形式就可以代替交易时作者的这个，比如说签名编号收藏证书之类的这种实体的东西，并且呢，比上述传统的方式更安全、更不易被伪造。就算他在网络上被盗载了1万次、2万次都没有用，因为那个作品不是他的，因为那个序列号就在你手上，除非有一天你自己把它卖掉。所以，如果你愿意花一点钱去支持某些你懂的或者是喜爱的领域，
说穿了，其实就是支持正版。所以呢，当一个东西它有限量、有序列号、有所有的人帮你作证它是属于你或者属于某某几个人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它就会有属于它的价值。或许你的兴趣在虚拟世界的这个元宇宙的 NFT 的区块链上，某一天它真的会让你变成现实中的亿万富翁。就算那些不懂艺术的人，也会用这个来炒作艺术产品的价值，趁机赚大钱。我是老什么，我们下期见吧，拜拜。生活还在继续 ，Love and Peace。